这个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告了20多年的状，其中被打、被骂、被批斗的次数数不胜数。因为告状，老人失去了自己的家，只能带着家人流落街头。即使变成这副模样，老人始终没有放弃告状。他坚信自己的正义终有一天一定会得到伸张。这次他又来到县政府院外蹲点，地上摆放着一张状纸，诉说着这些年来的冤屈。这时一个中年大叔好奇地走上前，看到地上的状纸，瞬间来了兴趣。他问道：老人家，你咋没找找领导啊？逼我害我的就是村支书，那你找找乡里呀。管我罚我的就是乡里，找他们没用，白找。那你到县委大院找啊。去了，门房师傅不让我进去，说我们一家子都是神经病。原来申冤的老人名叫李荣才，曾是花岭村的一名村会计，因为揭发了村支书贾仁贵贪污腐败，被贾仁贵记仇，反过来诬陷他贪污公款297元，不仅没收他的财产，还给他戴了20多年的帽子。20年来，李荣才带着家人到处上访，可问题没有解决，反而致使老伴疯了，儿子跑了，儿媳也改嫁了，自己也沦落到流浪街头，靠乞讨为生。了解完老人凄惨的状况后，中年大叔百感交集，很不是滋味，转身走进了县政府大院。他吩咐下属带老人一家子去招待所住一宿，并亲自掏腰包送上一些生活费。原来这位中年大叔来头也不小，是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秦玉民。来到办公室，秦书记打电话到乡里，质问起李荣才案件是怎么一回事。乡长直接推卸责任，李荣才这个案情是20年前的事，不在自己任期之内，反而说起李荣才是为了报复贾仁贵故意找茬，成为全县有名的告状专业户。气得秦书记对乡长一顿痛骂，并且提了2点要求：第一，要让老人有房住；第二，3餐有得吃，不得有任何怠慢。为了彻底了解李荣才老人的冤屈，秦书记连夜翻查资料，这才明白老人的艰辛。1958年的时候，李荣才揭发了贾仁贵贪污的问题，于是写信举报贾仁贵，但是负责办案的领导是贾仁贵的舅舅，这封检举信也就石沉大海，再也没有音讯。这一举动也招惹了贾仁贵，反过来诬告李荣才贪污公款297元。因为有舅舅的帮助，贾仁贵顺利将李荣才开除，还没收了所有财产。李荣才不服，从此踏上了一条漫漫上诉路。他告到乡里，乡里不管；他又去了县里，县里不管，他就告到市里，甚至半路拦截领导的车告状。结果领导的一句话就将他打发走，没告成的李荣才反而被贾仁贵抓起来，绑在大树上一顿毒打，并且警告他，如果再去告状，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李荣才也是个不怕事的主。贾仁贵，我啥时候也没怕过你，只要你害不死我，我就要告到底。这次他直接跑到了省里去告，结果还没告状，贾仁贵就带人将他抓了回去，不仅遭到殴打，还对李荣才进行批斗，让他戴着贪污的高帽游街示众，身败名裂。至此房子疯了，老伴疯了，儿子跑了，儿媳也改嫁他人。可即使是这样，李荣才还是没有放弃，他直接告到了北京。北京很快下达了批文，让省里的领导尽快处理李荣才的案件。可这道批文从上到下，从省到村，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。秦书记看完材料后满腔悲愤，决定要彻查此案。此时已经是天亮了，同事老许听闻这件事，一大早就找到了秦书记。老许拿出了一份名单，上面写着过去20年里所有参与李荣才案件的干部名单，其中乡级干部166人，县级干部37人，厅级干部14人，还有几名省级干部。秦书记这才明白，李荣才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贾仁贵，还是整个名单上的人。这股势力在背后包庇着贾仁贵，李荣才的告状自然是不能成功的。秦书记也很清楚官场的水有多深，如果自己彻查到底，这些公务员的脸面要往哪里搁呢？思绪良久，秦书记最后还是决定一往无前，还李荣才一个公道。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，专门负责此案。随后秦书记就乘车来到华岭村视察村情，去了之后才发现之前的村部早就被废弃了，现在办事都要去村支书贾仁贵的家里，在家里吃吃喝喝比这里好多了。秦书记心中很不满，他又来到小学门口转悠，发现学校又破又烂，外面还养着一群牛羊，这哪能上课呀？一名有着16年教龄的老师到现在都还没有转正，按照规定在偏远山区支教的老师只要满15年就可以转正。
老师十分委屈地告诉秦书记，贾仁贵那没过门的儿媳妇把他的名额给占了，人家只教了2年就被升职转正，转到县里去教学了。从村民嘴里，秦书记才得知是贾仁贵以600元的低价把学校买走的，说是给他的小儿子筹备婚礼用，以至于学校不得不将破旧的磨坊改成教室。秦书记义正言辞地告诉女老师，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。可村里人对贾仁贵又畏又怕，言语里都担心惹来贾仁贵的报复。秦书记还从村民的口中打听到了李荣才的住处，刚到家门口，一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手持铁锹拦住了去路。对方一听说是秦书记，立马吓得屁滚尿流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秦书记赶忙叫手下抓住他，一番盘问下，壮汉说出了实情，是贾仁贵让他这样做的。走进李荣才的家里，到处破烂不堪，荒芜一片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李荣才的老伴因没钱医治，只能躺在床上等死，孙女则在一旁哭泣。看到这一幕的秦书记心疼不已，连忙吩咐手下开车把老人送到医院。他也没有想到乡长竟然把自己的话当成屁，气愤的秦书记一路来到贾仁贵家。贾仁贵不愧是村支书，家里装修的十分豪华，青砖大院好不气派，就连院子里的牛棚都比孩子们读书的地方要好上100倍。里屋的墙面上挂满了奖状和锦旗，看到这满墙的模范和标兵，秦书记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当然知道这些都是贾仁贵为了标榜自己的手笔。这时贾仁贵和乡长等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，秦书记按压住内心的愤怒，询问几人有没有好好给李荣才安排住所。乡长满口谎言，连连声称自己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气得秦书记一拍桌子要将贾仁贵撤职。可乡长2人不仅不情愿，还替贾仁贵说起了好话。同事几人都纷纷劝他，李荣才的案子是个马蜂窝，没必要为了一个老头得罪上面一大片人。秦书记嘴上笑着应付，心里还是想着如何将贾仁贵法办。为了扳倒贾仁贵，秦书记找来了纪检委，让他们和调查组一起去村里彻查贾仁贵。老奸巨猾的贾仁贵一听这消息，立刻玩起了失踪。调查组的工作一下子陷入了僵局。如今贾仁贵跑了，秦书记决定发出通告，将贾仁贵撤职。县委副书记这个时候就跳出来了，直言秦书记这种做法不合规矩。贾仁贵是村里的模范和标兵，又是个老党员，通报一出，贾仁贵的前途就毁了。言语里满是维护贾仁贵，为此2人不欢而散。副书记干脆就在家里装病，就连县里的会议也懒得来开。没过几天，担心前途受损的贾仁贵突然跑了回来，他主动找到秦书记，满嘴的阿谀奉承，让秦书记怒不可遏，说他胡说八道，要他回去好好接受调查。另一边，调查组的工作有了一些进展，乡里的干部和贾仁贵狼狈为奸，光是村里的账目就亏了整整5万多，暗地里的资金更是不计其数，就连贾仁贵的大儿媳都是先上车后补票，硬生生将对方给抢回来的。面对种种质疑和询问，贾仁贵态度嚣张，甚至还搬出了自己的靠山顾专员来硬压调查组的成员。别说是调查组的几人，就算是秦书记他也不放在眼里。秦书记的同学听说了一些风声，在酒局上他悄悄告诉秦书记，顾专员这次来视察，挑的就是你秦书记的地盘。早在以前的时候，那贾仁贵就是顾专员一手扶植起来的先进典型，甚至他家里面最大的锦旗就是顾专员送的，可见2人的关系不简单，这也是贾仁贵有恃无恐的原因。深夜，秦书记陷入了沉思，他明白要彻底扳倒贾仁贵，需要付出不少的代价。这顾专员一来，副书记是头不疼了，腿利索了，病也完全好了，在众人面前汇报工作也是生龙活虎，一个劲地夸赞贾仁贵的工作做得好，是个为民请命的好干部。顾专员听到这些话，心里也高兴，他故意在秦书记面前谈起贾仁贵，就是要警告秦书记不要去动贾仁贵，贾仁贵是自己的人。秦书记自然明白顾专员的潜台词。专题会议上，顾专员一派官员作风，高高在上，话里话外的表示，既然以前定了的案子，就不要再推倒重来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将贾仁贵的恶行掩盖过去。县里纪检委的一名干部不服气，出言顶撞了顾专员2句。我觉着应该实事求是。经过这2天调查，我觉得李荣才确实是很冤枉的。我觉得这事儿就冤枉了又怎么样呢？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啊！顾专员上来就询问对方的名字，方便日后报复。他可不愿意听这些，一顿话就将干部全部怼了回去，并单方面表示这件案子到此结束。有顾专员撑腰，贾仁贵自然重新恢复原职。一听说贾仁贵又要回来了，村民们议论纷纷，他们都受够了贾仁贵的压迫。于是几百名村民联名上书，集体跪在村口，手里拿着写满贾仁贵罪行的请命书申冤。
顾书记看到后，内心愈发不是滋味。顾专员却坐在车内，丝毫不理群众们的喊冤，还把这件事定性为局中闹事，压根儿就不想管。即使村民的政治摆在眼前，顾专员也没有看过一眼，无情地开车离去。最后独留秦书记来处理这个烂摊子。面对村民们的联名状告，秦书记想要再次对贾仁贵停职查办。回去后的他把请命书给顾专员看，顾专员却以没有证据为由包庇贾仁贵，还暗示秦书记要是继续查下去，恐怕你的乌纱帽都难保。这让秦书记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。就在秦书记犹豫不决之际，市领导突然打来了电话。您谁呀？我是贺光啊。玉明啊，这几天压力不小吧？大伙儿是支持你的。有了市领导的支持，秦书记越加坚定自己的信念。第二天，贾仁贵就被停职查办，还登上了报纸。一时间，村民们津津乐道。只是李荣才的冤案迟迟不能平反，平反需要证据。但是时隔20年，证据线索什么的早就断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因为这事儿，秦书记也累出一身病。就在秦书记一筹莫展之际，事情迎来了转机。一位当年的知情人在弥留之际决定说出真相。秦书记一听，立刻带着礼物赶赴医院。知情的老人正是曾经负责查李荣才案子的刘部长，他将自己的检举材料交给秦书记。当年贾仁贵联合舅舅在账目上做了手脚，诬陷李荣才贪污公款，之后更是将证据烧毁。但当时贾仁贵的背景太硬，刘部长怕得罪他，才没敢说出口，让李荣才蒙受了20年的不白之冤。说着，刘部长的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。有了证人和证词后，李荣才的案子终于得到了平反。如今，李荣才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居住，儿子回来了，孙女也能上学了。李荣才很是欣慰，但也存在着不甘。他对秦书记说：“秦书记，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。从40多岁开始告状，告到了这把年纪。要是在20年前碰到了你，或是像你这样的干部把我的事儿解决了，我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。可是现在我年纪大了，什么也做不了了。”听完这些话，秦书记默默地走出门外，潸然泪下。影片《天网》是根据张平的同名反贪小说改编而来。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尽管坏人最后得到了惩罚，但是对于受害者，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现实生活中，像贾仁贵这样的恶霸太多太多，像秦书记这样的死心眼太少太少，几乎没有人愿意冒着丢官的风险去为李荣才这样的穷人伸冤吧。如果李荣才早点遇到秦书记几年，也许就不会沦落到这个下场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